而家大家搭巴士嘅時候咧，咪會見到有啲免費嘅公共網絡俾大家用嘅，甚至乎一啲新嘅歐洲車咧，都有啲內置咗嘅 4G 啦，咁同埋咧有啲廠商咧，亦都用咗一個遠端嘅遙控去診斷你部車嘅。咁呢一啲咧嘅功能咧，雖然係好好用啦，咁但係免費嘅就係最貴，我諗大家都知道講咩㗎啦。咁所以外國咧而家咧開始討論緊咧呢個汽車網絡監控嘅問題啦。咁大家咧亦都要好好地保障自己啦。咁點樣保障自己嘅最後方法咧，其實就用 VPN 啦。咁 VPN 嘅話咧，我自己咧就會咧推薦咧俾大家用嘅就係 NordVPN。嗱，呢個 NordVPN 咧其實有3大嘅範疇咧，大家可以去記住嘅喎。嗱，第一個咧就係 Online Privacy，第二個就 Online Security，第三個咧就係 Website Access。嗱，而當中最重要嘅功能咧就係 Mobile Device Protection。呢個功能咧可以確保大家用公共網絡咧去上網啊，或者玩 Facebook 啊、IG 嘅時候咧，能夠確保你嘅個人資訊咧唔會外泄，唔會俾人咧截取到嘅，咁啊變相更加安全啦，係咪先？咁但係點樣用呢？我而家就同大家講解下。入咗 App 之後就會見到 Login 同埋 Sign Up， 去官網申請帳號，然後就可以去購買頁面，之後就可以揀 plan 用㗎啦。之後就揀 server， 最近香港嘅當然就梗係揀翻 Japan 啦。見到綠色燈着咗就代表連接成功㗎啦。嗱，我哋嘅優惠碼咧就係 Auto Guys， 咁啊已經寫咗 description 啦，同埋第一個 comment 上邊㗎啦。咁大家可以用翻呢個優惠碼咧享用到 NordVPN。Honda Jazz 咧，大家就唔會陌生啦。作為香港一部非常之好賣同埋好受歡迎嘅車款，而我嘅第一部車同埋上一部車都係 Jazz， 但係外界嘅評測都係以汽油版為主，混能版咧就好少提及。我一直咧都想評測混能版好耐噶啦。嗱，今次咧就同大家分析一下混能版本嘅優缺點喺邊度，對於新手嚟講買唔買得過？對於新手車主或者會覺得有啲混亂，我有時就講 Honda Jazz， 有時就講 Honda Fit， 兩部車係咪一樣㗎？係啊，兩部車其實係一樣嘅。簡單啲嚟講 ，Fit 係日本版 ，Jazz 係香港版，但係香港嘅行貨係冇混能，所以想買混能版就只能靠水貨商啦。今次評測嘅係 Honda Fit Hybrid， 係 Fit 嘅第3代，屬於前期版本，喺2013年上市。但係因為當年日本售價高達190萬yen，比 1.5 RS 版多成30萬yen，嚟到香港打埋稅個價要成27萬幾。講真啦，揾鬼買咩？直至到近年個價回落返，呢一部車就成為咗熱賣車款啦。或者你會好好奇，咁好賣憑咩呢？所謂汽油版嘅優點，混能版通通都有。外形靚仔，改裝件又多，空間實用，同埋個重點係又幾好飛，同時又好慳油。但係最唔同之處就係 Fit Hybrid 用咗 IDCD 混能技術，引擎同波箱之間放咗一個薄型摩打，打爆一缸就行到900公里，真係嚇死人啦！作為 GK5 前期棍仔車主嘅我，對於 GP5 嘅車架同埋操控都好有感覺。咁呢部車佢喺加速嘅反應呢，其實我自己會覺得係爽快嘅，係敏捷嘅。嗱，我自己本身呢係即係 GK5 啊前期棍波嘅車主啦，大家都知我部藍色嗰部啦。咁亦都有揸過尾期版嘅 GK5 嘅 CVT 版本。咁呢一部呢就 GP5 呢，我就反而係第一次試啦。所以呢三者呢我都有個幾好嘅比較。咁比較起上嚟呢，其實呢部車嘅嗰個加速反應啊，其實嗰個爽快度啊，咁踩油門嗰個敏捷嘅靈敏度啊，確實係比起呢個尾期嘅 CVT 為好嘅。始終佢有雙離合器波箱，所以佢喺即係增速嘅時候呢，佢喺轉波嗰個反應呢，佢會俾到一種嘅更加之實在嘅嗰個加速反應嚟，尤其係中後段嘅情況之下 ，GK5 嘅後期版本嘅 CVT 咧，我自己認為其實都已經改善咗好多。咁喺加速嘅反應咧 ，CVT 已經即係佢喺 CVT 上邊咧，其實嗰個靈敏度都唔錯嘅，即係其實佢都係快。但係 CVT 始終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去到一個高轉數啦，佢嗰個咁嘅死人高轉聲咧，就會扯翻入個車廂裏邊，咁你就好鬼刺耳㗎啦。
咁所以咧就會影響到咧駕駛嘅體驗，而且去到高轉數咧就好明顯踩油門嘅時候咧就發現咧佢就唔肯再去嘅。咁呢個係 CVT 本身嘅獨有嘅最大嘅問題。咁去到 IDCT 嘅雙離合器波箱，其實呢個問題就當然自然咧會解決咗。所以咧你越踩嗰個油門咧，你就發現咧佢咧嗰個動力咧係越俾到你嘅。咁啊，所以呢個係最大兩者嘅分別啊。咁我自己咧會再深有體會咧，就係佢個車架。我之前咧買前期我自己嗰部啦，前期版嘅 GK5嘅棍波咧，嗰個車架咧，我到而家都好深刻咧，就係咧真係個尾咧近乎係散出去嘅。即係我好記得有一次咧，就係我載住我成抽屋企人啦，跟住去飲啦，去咗個街坊嘅彎啦。其實我係都唔係一個好快嘅速度啦，咁但係我過嗰隻彎嘅時候咧，我係好快，好明顯咧。就 feel 到咧，我尾咧即係好似想甩出去咁樣，想散，好扭毛巾嗰種感覺啊！佢俾唔到一個好安全嘅感覺俾到我去做呢個即係彎位嘅即係轉向啦咁樣。所以後尾我就即刻咧就去咧喺下邊加咗好多支架固定翻個車身啊。咁我唔同啦，係後期啲我就再試呢個後期版嘅 GK5 咧 CVT 嗰個版本啦。咁我明顯 feel 到咧，其實佢嗰個車架上面表現咧又好咗好多喎。即係又改善咗嘅，所以我嗰陣時咧，我自己都心諗啊，係後尾期版嘅個車架真係唔同咗。咁去到呢個 GP5咧，我自己會覺得咧，喺佢個車架嘅表現咧，同我喺試尾期版咧，其實係有啲相似嘅。其實佢個底盤係紮實嘅，啊至少啊，我喺一啲嘅即係我揸起上嚟咧，做一啲彎位嘅時候咧，佢都俾到一種咧幾有實淨嘅表現咧，俾到我。呢啲車你唔會成日都攞去劈噶嘛，所以即係。fit 仔，大家都會攞去即係高速行下啦，係咪先？但係譬如日常代步用得多啊嘛。如果連日常代步嘅時候過街坊彎，你都會覺得個車架散嘅時候，咁其實有啲問題噶嘛。咁但係呢部 GP5 咧就冇。咁啊，呢個係我自己有少許比較起上嚟，我自己一直都覺得都幾喜出望外嘅地方之一咯。大家唔好唔記得啦。嗱，呢一部 GP5 因為佢有鋰電池啦，有 hybrid system 啦，咁佢其實係車重咧係比起呢個 CVT 版本啲版本係重嘅。咁所以但係喺我即係增速嘅時候咧，咁所以但係個感覺咧就唔差嘅咁樣。咁所以呢個係即係我點解要成日都會覺得係喎，真係 hybrid 版本的而且確係真係唔錯。點解咁多人即係而家開始好多朋友去買其中一個原因？頭先一直都用緊即係最正常嘅駕駛不落 D 波啦。咁而家咧我就試下 S 波，就熄埋個 Eco Mode。好。比 D 波大力咗都幾多，油門反而係靈敏咗嘅，鬆咗嘅，係爽嘅，真係爽好多嘅，係爽。所以呢個 S 波模式都可以喺高速公路啊，或者喺一啲燈位起步啊，想爬頭咧用咧，其實都唔錯。喺性能嗰度咧係滿足到大家嘅要求嘅。我哋過埋嚟，翻嚟嘅時候，我哋再上一上斜，睇下佢個上斜表現啦。嗱，而家全車咧有3個人，話佢喺後段嘅表現好好噶。其實我而家咧已經好快到我唔會話俾你聽，我而家行緊幾多公即係速度。但係你 feel 到佢個車架係紮實嘅，因為你行車嘅時候係穩定嘅，所以喺直路衝嘅時候咧，你就 feel 到啦。好啦，咁我而家上斜去高速公路啦，就睇下佢個車架表現啦。同埋上斜表現咧如何啦？好啦，我哋上斜。嗱，佢都好肯去嘅，但係佢個波箱咧，我覺得佢個轉波速度咧都唔係真係好快。雖然係雙離合器啊，但係佢喺後段嘅中後段嘅表現咧，其實係值得一讚嘅，即係好過 CVT 好多啦。好啦，上斜上我都幾肯去嘅，其實都 OK 快嘅，即係佢頭段係快啦，當然，但係佢中後段咧，其實表現咧唔會太差。好啦，我而家上咗高速公路啦，我而家喺一個80公里，呢個係而家個路面嘅最正常速度啦，80時速80公里，好啦行。車架係穩陣嘅，係定嘅，成個車架，成部車都係定嘅，正常速度轉向。
係咁，即係同平時之前 GK 一樣咯。傾側度都有㗎啦，因為佢重心始終唔係真係太過低嘅大佬，同埋呢個懸掛唔係好硬朗，即係懸掛啦，因為佢偏向舒適啦。呢個都係要留意啦。即係如果你真係好似我以前咁，好想劈嘅，好中意喺啲彎位劈嚟劈去嘅，咁你就換一換避震好啲。佢嘅內籠同 GK5冇乜太大嘅分別，只係由於係混能，標板左邊有 Power 同埋 Charge。而且上手嘅日本車主就揀咗用半皮籠，但係皮革嘅質感呢就唔差。車機係用日本原廠，除咗聽歌之外就冇啲乜嘢得意嘅功能。下方嘅冷氣控制係輕觸式，再下方就係 HDMI 插頭、USB 同埋12V 電源，之後就係一個細細地嘅兜仔同埋有杯架。但呢一支波棍呢，好多 Honda 混能車就已經採用噶啦。都見慣不怪啦，唔陌生。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我自己就覺得設計 OK， 不過就冇手感，因為實在太過塑膠啦。後座空間就一定寬敞噶啦。咁大家買得呢一部車，都係因為佢嘅後座寬敞舒適。我個膝頭哥對椅背有一個拳頭、兩個拳頭同3隻手指，中間地台位唔算高，盡量希望做到低地台。更加可以向上收，騰出更加多嘅空間。有用家實試過打直放2個32寸行李箱都冇乜問題，尾箱空間嘅高度同埋深度都夠，可以直放4個27寸嘅行李箱。將後排座位瞓低埋之後呢，空間就更加之廣闊，而且都算平整嘅，擺放任何物件都應該唔會有啲乜嘢投訴噶啦。缺點方面，我就覺得避震唔夠伏，坐喺後座嘅時候覺得部車都幾跳下，加上佢會用電去行，車廂嘅環境大部分時間都係寧靜。而大家擔心嘅電池問題，我成日都話玩得 hybrid 車，你一早就要將換電嘅成本考慮在內，因為除非買新車，否則你永遠唔知道上一手車主玩到嚿電乜嘢狀態。至於維修問題， IDCD 以前曾經擁有過一段難維修嘅時間，主因係因為 Honda 唔肯放出數據，但係近年呢一方面已經好咗啦。正所謂有辣有唔辣，任君選擇。車價而家一般都係10萬頭左右，算係抵玩咗，多咗車主可以負擔，油耗、性能、操控都唔差。綜合嚟睇，都唔難理解呢一部車開始喺香港熱賣嘅原因。歡迎車主一齊嚟討論，幫忙補充一下資訊，俾想買車嘅朋友更加多嘅參考。呢一個亦都係平民車系列嘅宗旨。覺得呢一條片幫到手嘅，記得 like 同埋 share。最重要嘅係睇廣告、訂閱頻道。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